东风导弹是我国力量重要组成部分，其增长量究竟如何呢？美国智库做出了预测。近日，美国知名战略智库美国战略与研究中心 CSIS 对外公布了一份我军在中短程导弹生产速度方面的预测数据。而所谓的中短程导弹，基本上是指在5000公里射程范围内的导弹。目前，中国在中程导弹上的优势压倒其他国家，即使是美俄也难以比拟。而这也主要归功于我国在各型东风导弹上的努力。而美国战略智库又是如何预测我国东风导弹的增长量的呢？根据战略与研究中心公布的表格，美国人针对2013年到2020年7年间我军东风导弹的变化，在总数上这7年间，我军增加了425枚东风导弹，其中1000公里范围内的中程导弹中，我国的数量变化不大，甚至像东风15导弹的数量呈下降趋势。美国人认为这类导弹在我国建造年代有些久远，已经不是发展的重点，因此有不少会在平时进行打靶练习的时候将其消耗。此外，还有2款导弹在头几年并无数据，后面突然增长，那便是东风17导弹与长剑100导弹。这2款导弹都是在去年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首次对外公开亮相，这也说明了我国新型中程导弹开始登场。东风17导弹是全球首款正式列装的高超音速导弹，其速度预测超过10马赫，射程达到1500公里，被认为是现有防御体系很难拦截，因此一经问世便备受瞩目。而长剑100导弹是我国的新型巡航导弹，属于超音速巡航导弹，证明了我国在该领域的进步。而在这7年的变化中，有2款导弹数量的增长速度是最快、造的最多的，一款是东风26导弹，另一款是东风21D导弹。有意思的是，这2款导弹都有着航母杀手的称号。东风21D导弹被认为是全球唯一一种反舰型弹道导弹，可能对水面大型目标进行打击，其射程达到1500公里，对航母的威胁很大。而东风21导弹同样被认为具有对水面大型目标的打击能力，同时能携带核弹头并进行精确制导打击能力，其射程也是超过4000公里，被认为能直接威胁到位于美国第2岛链的关岛军事基地，因此也被称为关岛快递。而这2款导弹建造数量的增加，说明我国当前阶段主要针对水面防御，尤其是对岛链的突防，是我军发展的重点。实际上，按照我国当前的形势，目前我国面临的主要博弈区域便是周边的海域，同时美军的航母舰队也是对我国防御体系的主要考验，因此增加这2种航母杀手的数量，体现了当下我国的战略决策。想挑战东风快递，美陆军部长叫嚣高超音速导弹误差不超15厘米。众所周知，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是咱们中国的一句老话，将这句话用于现今武器发展一点也不假。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为加强本国的军事力量，开始研制高超音速导弹，其中最突出的当属中美俄3国。这不，近期美国又在高超音速导弹搞出了一些名堂。据美国防务新闻在10月13日报道中称，瑞恩·麦卡锡在近期的美国陆军协会上披露了美国陆军高超音速导弹的测试细节，并且他还表示，在此次的武器测试中，该导弹以不到15厘米的误差精准命中目标。不仅如此，他还提到，美国陆军和海军在今年曾进行了一项秘密滑翔助推高超音速飞行器的飞行测试。该实验早在今年3月19日，美国夏威夷爱岛太平洋导弹靶场中进行，这也是美军首次披露该国高超音速导弹以及高超音速飞行器的一些细节。对此，有军事专家分析，高超音速滑翔体是以高超音速发射器挥动并撞击到指定目标，这种特殊制成的高超音速滑翔体主要是由弹头、制导系统、管线以及热防护罩组成，因此这种滑翔助推的高超音速飞行器本身没有任何动力的，通常都是采用火箭助推器助推至预定高度和所需速度之后，再进入大气层后，以高超音速滑翔至预定目标。正是基于它的特性，高超音速滑翔体同样也被五角大楼运用于研发高超音速导弹的技术基础。事实上，在与传统的弹道导弹飞行器相比，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具有不可预测的飞行路线。由于这种不可预测的飞行路线甚至可以被操控，再加上它们的速度极快，在这些众多的条件之下，这也使得对手难以对其进行防御。在一定程度上，它的出现也使得对手灵风丧胆。其实，通过2017年至2020年的美国军用导弹和弹药采购支出就能看出，这3年美国的平均支出为145亿美元，这与2012年至2016年支出
出相比高出84亿美元。因此，通过美军的财政支出来看，美军为加强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进程投入了不少的心思。虽然美方在不断的升级该国高超音速导弹，但我国同样也没让对手闪出很多。例如，我国让外界闻风丧胆的东风 21D、东风26、东风41等东风系列导弹，这些导弹同样对一些潜在对手有着不小威慑。如果真的到双方碰一碰的时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自去年我国70周年阅兵式上，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首次亮相以来，这款称得上国之重器的武器就一直吸引着大家的关注。尽管此后关于这款导弹的更多数据并未透露出来，但仍然不影响大家对这款导弹的讨论热度。而近日，央视新闻频道披露了有关我国这款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的部分参数性能，为大家解开了东风41的面纱一角。根据央视新闻频道最近的报道，结合此前得到的消息，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的弹体长度达到了 16.5 米，重量超过60吨，弹径 2.78 米，采用3级固体火箭发动机，这使得其最大射程将达到14000公里。14000公里是什么概念？简单说，可以直接打到华盛顿。至于导弹威力，据以往信息来看，东风41导弹可以配备有多枚分导式核弹头，单枚东风41可携带分导式核弹头数量为10枚。另外，在央视透露的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东风41的另一个强项——高机动性。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共拥有3种部署方式：公路机动平台、铁路机动平台以及加固地景发射。公路机动发射方式意味着东风41的发射场地可以随时更换，真正意义做到了随时下令、随时发射。这不仅让东风41的使用变得更加灵活，增加其突防性能，更加强了这款导弹的战场生存能力。另外，这款导弹所配备的导弹车还拥有最为先进的信息化指挥发射系统，这一系统让我们东风41操作性大为加强，仅需几人就能轻松完成发射任务，在信息化战争中拥有更强大的作战能力。当然，除了射程、威力、机动性和信息化程度之外，洲际弹道导弹还有一个关键性能，而在这方面，我们的东风41稳压美国同类导弹一头。这一性能就是打击精度。据央视方面所披露的消息，由于东风41配备了高性能的惯性制导系统，再加上最为先进的信息化指挥控制发射系统，其打击精确度达到了100米。反观美国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的打击精度大约在120米左右，所以我们这个水平基本上已经坐实第一宝座了。当然，对于洲际导弹来说，20米的差距也许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既然东风41的惯性制导系统都如此先进了，那么可以想象到，相应技术应用在我国新一代近中远程弹道导弹上，必然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最先进的东风41洲际导弹亮相后，就被大量报道，媒体称之为全球最先进的战略导弹。不过，性能指标大多是推测。近日，央视就在节目中首次披露了东风41的细节。据了解 ，CCTV 在共和阅兵装备大国亮剑节目中首次确认，东风41最远射程约 1.4万公里，采用3级固体火箭技术，配备有多枚分导式核弹头，打击精度100米。核心性能指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评价一款战略核导弹先进程度的关键指标是突防能力、射程、荷载、战场生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打击精度。东风41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第一，东风41载荷大，配备有10枚分导式核弹头，一次发射可以同时打击多个目标，各个弹头都可以在空中进行并轨，可以大幅提高突防概率。在中国装备的洲际导弹武器之中，东风41是携带分导式核弹头最多的导弹。未来只有东风5C 的突防能力能达到这一水平。东风41的载荷远远超过了东风31，甚至能与液体火箭洲际导弹相媲美。1枚导弹的打击效果相当于过去几枚。第二，东风41的战场生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更强。东风41是固体洲际导弹，采用无定点发射定位系统，可以全疆域机动，能在野外无保障条件下24小时发射。东风41配备了机动性能较强的导弹 T11车，可在普通公路上运输和发射，还具备一定的越野能力，战争生存能力大大提升。东风41的指挥发射系统高度信息化，发射任务只需要几个人就能完成，简化了人员操作难度，增加了快速反击能力。第三，东风41射程更远，打击精度更高。据 CCTV 介绍，东风41的射程为 1.4万公里，每个弹头的打击精度为100米。据分析，战略导弹射程达到 1.4万公里时，其弹道与入轨的卫星非常相近，在中国本土上空会释放所有核弹头，让敌方更难被拦截。导弹射程远，具备了在国内大部分区域发射打击对方任何目标的能力，这是其他几种导弹不具备的能力。
东风4-1的打击精度是100米，也是全球战略弹道导弹中最高的。核武器的打击精度到100米级别，虽然意义并不大，但是能证明中国在核心技术上的进步，说明惯性制导技术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东风4-1的最大不足是太贵了，因此需要与东风5B搭配装备。东风4-1的定位是发起首波核打击，拥有更强大的突防能力和战场生存能力。东风5B需要在固定发射井里待发，造价更便宜，同样拥有非常大的射程和载弹量，可以扩大核反击的力度。中国还在发展更先进的东风5C，其发射准备时间将减少到10分钟之内，意味着可以在敌方洲际导弹未落地之后发动反击。总之，东风4-1代表着中国洲际导弹的最高技术，在未来几十年都不会落后，成为了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的支柱，完全值得国人骄傲。